避难包区分成许多种类，包括地震、台风以及战争。根据不同灾害需要准备的物品也不一样。除此之外，你也需要考虑到是否有家人同行，或是独自一人，还有其他的因素可以考虑进去。想知道后续内容，就继续看下去。在影片开始之前，如果你喜欢这类型的影片，欢迎使用超级感谢或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。一开始我还是想要强调，虽然每种灾害会需要的物品都不一样，但还是会有最基本的物资是重复的品项，因为这个物品是要给人使用，只要是人，免不了都需要食物、空气、水等最基本的资源，所以不论是何种灾害，都需要注意最基本的求生要点：食物、空气跟水。再来就是地点，避难地点的不同将会影响你接下来需要准备的物资。举例来说，假设你决定要留在家中避难，你就不会需要带太多野外求生的物品，反而可以储备大量的水以及食物，替即将到来的灾难做准备。不过，当你决定要前往别处避难，途中会经过许多地方时，需要准备的东西通常会是比较偏户外活动需要的物品，像是滤水器、镁棒、帽子、刀等物品。但是，就算你选择在家避难，我依旧建议你准备一个随身的避难包，毕竟谁也不能保证家中会一直安然无恙。因此，替自己事先做好准备，将会是比较好的措施。接着是人员组成与数量，每个人的家庭组成情况都不同，这会造成需要携带的物品不同。像是家中有婴儿，你就可以在食物选择上准备奶粉或一太奶，并额外准备尿布等。倘若家中有年长者或慢性疾病患者，你就会需要帮他准备药物，因为在战时，药物可能会面临短缺的状况。假设是牙口不好的老人，也需要考虑到他们的需求，准备相关的流质食物。除此之外，家里有多少可用的人力是很重要的。这边强调的是可用的人力。假设家中有5个人，但其中2位是老人，1位是婴儿，那么大部分的负担就会落在剩下的2人身上。纵使老人可以多少提供一点协助，但可能会因为年纪以及体力的关系，没办法帮上太大的忙。因此，最后这2个人就需要额外考虑到自己以外的其余3位家庭成员，而进行避难物资的增减。最后一个条件才是天数，天数在于你觉得灾难多久后会度过。就战争来说，依据现行的法规，政府在后期通常会启动物资配售的制度，所以一般民众只要度过没有物资配售的期间就可以了。以上就是准备物资可以考虑的必要条件。如果你觉得太复杂的话，可以依照生存基本条件、地点、家庭成员、人数以及天数来去做准备。由于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，所以能够客制化准备当然是最好的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物资准备的小要点，提供给各位参考。首先，考虑到战时可能会停电，因此食物或其他饮品最好是选择容易保存且期限较长的物品，也就是可以即开即食、不需冷藏或冷冻的食物，像是防灾食品或干燥饭等容易储存的物资。除了不需要那么频繁的准备之外，同时也可以节省金钱。其次，假设你计划要到别处避难，物资重量是你需要考虑的其中一个因素。正如之前所说，假设你家中可用的人力只有2人，但你需要准备5人份的避难物资，此时重量将会是你优先的考量。考虑到战时的道路可能会被炸毁，马路上会相当拥挤，因此先撇除使用车辆进行避难。假如你是徒步避难的话，建议你优先考虑到体积小、重量轻且好携带的物品，最好是可以一体多用的，像是多功能刀、压缩毛巾、保暖毯等系列用品，既满足实际需求，也不会有太重的负担。再来就是背包的选择，由于需要长途跋涉，不论你要选择哪种背包，最好还是装上物品实际背背看。除了可以体验真实情况之外，还能同步测试背包是否符合你的需求，以及会不会对身体造成额外的负担等。假设你最终决定留在家里避难，建议你提前储备一些能源，包括发电机、电池、酒精、打火机等。不论战况演变到何种地步，这些物品都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。最后，你可能会觉得，你没有实际说到底要准备多久的避难物资啊？那我应该要准备几天？其实要准备几天会牵扯到许多因素，包括我上面说的人员、地点以及天数等条件，所以不同天数都有可能是正确答案。
就算我们假设政府在2周内就能够控制局势，并发放物资给人民，难道物资会一直发放下去吗？会不会因为运送或配给问题而中断？这些问题我们不得而知，因为战况可能会瞬间结束，也可能会无限延长下去。所以，我个人建议最好依照情况客制化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听天数的话，就至少准备3天吧，因为人只要3天不喝水就会死亡，至少维持人体的基本生存条件，才能去做其他避难的工作。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内容。如果你喜欢这集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或者使用超级感谢支持我们。当然也欢迎各位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看法。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